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何德华何老师。我们现在呢要来认识一下何老师，对不对？你要认识何老师，你才知道你在上这个课程到底这个老师的背景是什么，你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样设计课程，以及他是这么教书的。我呢，在小学的时候，曾经做过中国广播公司的儿童播音员，我做过快乐儿童节目的主持人，所以呢，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喜欢戏剧、很喜欢演讲的人。那么，在我国中的时候呢，我做卡通配音员。1970年代，我配过《北海小英雄》，里面的小薇就是我。所以呢，这再次的告诉同学们，我这个老师是一个对于播音、配音、戏剧这方面是非常喜爱的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老师肢体动作怎么这么多，而且呢，好像非常的戏剧化。那是因为这是我的背景。那我在1992年是康奈尔大学的语言学博士我是在康奈尔大学毕业的。那老师为什么今天教你印尼文呢？这就要追溯到康奈尔大学的时代了。在康奈尔大学的时候呢，我读了第1年的博士班之后，突然发现语言学的这个东西太深奥了，我需要回到我起初的爱，就是学习外语。所以就看见有一个学习外语的机会，那就是印尼语。有这么一个 Falcon Indonesian， 我们康奈尔大学有一个印尼语的密集训练课程，所以我就花了1年的时间，在这个康奈尔大学最有名的印尼语密集训练班学了整整1年，每天什么事都不做，只学印尼文。换言之，就是1年的时间学了一个3年印尼文的能力跟程度。学完印尼语之后呢，我就继续回到我的博士班读书。但同时，我就有机会在康奈尔大学教印尼文的文法。那么这样一个经历呢，就30年前的一个经验，没想到到了今天，30年后的今天，竟然成为一个重要的我需要教的语言所以呢，请把握每一个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遇到的机会，你不知道30年之后会要你做什么事情。那何老师呢，在康奈尔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在研究所能够继续生活下去，所以我的任务就是教中文那因为教中文是我的助教奖学金，因此呢，我也创办了在 Ithaca， 也就是康奈尔大学的所在地 Ithaca 这个地方的第1所的中文学校，我就是创办人。那在这个康奈尔大学学习印尼语的过程，因为我的主要研究是南岛语言，那我的博士论文是台湾的南岛语言的泰雅语，我现在的研究是台湾南岛语言的达悟语。所以学完了印尼语之后，最主要的就是要学菲律宾语。那我也为了菲律宾语这个编了教科书。所以基本上何老师是南岛语言学的背景。那为了要从事南岛语言学的研究，必须要学2大语言，第1语言就是印尼语，第2就是菲律宾语。那么印尼语就是我30年前花了许多功夫去学习，并且也教过文法的这样一个语言，所以它是我起初的爱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我们在学习外语的时候，或者将来我们成为一个外语老师，要怎么样做一个成功的外语老师？我有一次在教一般的这个学生，在我们中正大学教了一批学生，就是从事华语文教学的学生，他们就回忆，在他的学习外语过程当中，最成功的老师有些什么特质？我们就脑力激荡，结果就脑力激荡出下面这些特质来。我们同学说，成功的外语老师关键一定要让学生听得懂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你要用各式各样的方式让同学听得懂，不能太快，也不能太慢，而且要跟学生的沟通要非常的顺畅，没有阻碍。那第2呢，就是教学的方法一定要多元化、多样化，不可以从头到尾就是唱一个独角戏。不仅要自编故事，而且还要有图案绘本，
而且呢要又唱又跳啊，这样，而且还要怎么样呢？还要会画哈，这个18般武艺样样精通，而且还要透过游戏、竞赛、电影啊，多媒体各式各样的，让学生的学习能够这个趣味盎然，没有冷场。那老师的特质更是要幽默，要生动活泼，而且要有模仿能力。这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的这些个经验全都用上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才能够抓住学生的注意力，使用他的这个创意，提升他的记忆力。而且呢，3不5时还要有奖品鼓励。但是这些你会觉得这是雕虫小技，那真正的本事在哪里？本事当然不能少，你要能够有系统的讲解语法啊，而且呢，要将词汇的它的来龙去脉、文化背景、历史由来讲得清清楚楚。除此以外，还不是就此为止啊，还要提供课外网络学习的资源。哇，你看，要成为这个一流的老师，关键真是不少。那当然，我们不是都那么幸运，成长的过程当中碰到的都是成功的外语老师，但是也有很多是非常失败的外语老师。刚好跟成功的相对比，失败的就一定是让学生听不懂。这个学习外语最怕的就是鸭子听雷呀，对不对？听不懂，你坐在那儿，把你的青春交给了那个老师，然后他用鸭子听雷来回馈你，这样子是让他觉得非常的有挫折感。尤其教学方法照本宣科，单调无聊，没有变化，死板，不跟学生互动你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学生在下面滑手机也好，睡觉也好，做这个做那个也好，完全不理你。你觉得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，还自我感觉良好，这是失败的外语老师。那老师的特质呢？个性不能孤僻，而且呢不能够不跟学生沟通。还有学生不喜欢老师上课还随便聊天他觉得这么宝贵的时间，我要学习外语，然后你讲有的没的。还不能过度幽默耶，尤其不可以打击学生的自尊心。当然，体罚是更不用说，不可以的啦。知识的装备上面，有的这个失败的老师呢，他用一本教材是不适合这个年龄群的。对于所有的年龄群，他是一本教材从头到尾全包了不同程度、不同年龄、不同背景，他用同样的教材。那学生就觉得没有办法忍受，尤其是你不从听力开始，你要求学生先要读跟写，这个简直是不可忍受。因为学生希望知道怎么样能够说出来，对不对？尤其呢，讲解死文法，这个让学生难以忍受，而且更差的是拼命考试，不示范，讲死文法，让学生没有活的运用，这是最失败的外语教师。所以同学们，我不知道你过去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，有没有遇人不淑呢？如果遇人不淑，我们从挫败当中学习没有关系，我们要向着那个成功的老师的标杆勇往直前。